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小点儿。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一款造型好看、口味香甜、口感细腻柔软的红糖开花馒头。制作这个红糖开花馒头，我们先来做个面种。水用微波炉加热10秒钟左右，到稍稍温热的状态，但是不要超过40度，否则容易把酵母烫死。加入酵母化开。面粉我们用普通的面粉，也就是中筋面粉，加入少许糖促进发酵，稍稍搅匀，然后加入刚才的酵母水，边加边用筷子搅拌，然后改用手揉成团。盆壁上的干面粉都把它蹭下来，因为不同面粉的吸水性会有差异，这里你的面团可能黏一点或者干一点，这都没有关系，我们在之后的步骤会调整。揉成团之后先盖好，在室温下发酵到现在的3到4倍大，25度的室温，我用了大约2个半小时，温度低，时间要延长，反之则要缩短。现在面团已经长到之前的3倍大了，可以看到里面充满了蜂窝状的气孔，它可能有微微的酸味，但是不要太浓烈。接下来我们来制作面团，将红糖称量好，放入一个小袋子中，用擀面杖把大结块敲碎，细小的结块可以不用管它，这样馒头蒸好后，糖块会化开，形成小小的流心，很好吃。然后加入到发好的面种中，再加入少许油，少许5缕泡打粉。加入泡打粉除了让做出的馒头更蓬松之外，还能增加它的爆发力，使馒头开花的效果更好。最后再加入一些中筋面粉，这次面粉我们可以先加60克，后面面团揉匀之后，再根据面团的干湿情况选择要不要加入更多，用来调整面团的软硬度。先把面团揉匀揉透，揉透之后粘性才会出来，这时再根据面团粘手的程度决定要不要再继续加面粉。最终揉好的面团表面比较光滑，很柔软，会轻微的粘手，这样才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开花效果。案板上撒薄薄的一层面粉防粘，把面团整成长条状，稍微搓长到大约25厘米。接下来把面团分成6份，我们可以先用刀划个印儿，以免分布均匀，然后用一只手握住面团，拧一下就揪出了一个剂子。开花馒头最好用手来揪剂子，不要用刀切。把揪好的面团稍微整圆，蒸屉上垫蒸笼纸或者打湿的屉布，把面团切口朝上放在蒸屉上。我这个蒸锅稍微有点小，每个馒头之间空隙最好留大一点，不然会影响开花的效果。最后上面可以点缀一些红枣碎。盖上盖子，在室温发酵15分钟左右，室温比较低可以发酵20到25分钟，天热发酵10分钟就可以了。制作开花馒头，二发时间不要过长，不然会影响它的爆发力。发酵好的面团体积变化不会太明显。开水上锅蒸，因为我们前面盖着盖子发酵，一直占用着这个蒸锅，我们可以提前另烧开一壶水，把蒸屉小心的拿出来，再向锅中倒入开水，再把蒸屉小心的放回去，这样就解决了这种嵌入式蒸屉开水上锅的问题了。开大火蒸13分钟，开大火的目的是让馒头表面很快蒸熟结皮，这样里面再膨胀，它就会爆开，形成漂亮的开花效果。火小了，开花效果就不好。不过要注意，火焰尽量不要超过锅的底边，不然锅壁的温度过高，会形成炙烤的效果，把馒头表皮烤硬。13分钟之后关火，先焖3分钟再揭盖，以免馒头遇冷回缩。很多人做红糖馒头都会遇到发不起来的情况，这是因为红糖馒头面团含糖量一般比较高，如果用普通酵母发酵的话，大量的糖分会吸走酵母中的水分，使酵母没有办法正常繁殖，让面团发酵。我们使用面种，先让面团在低糖的环境下发起来，再加入红糖，就可以避免面团发不起来的情况了。同时使用面种也可以让面团的爆发力更好，开花效果更好，蒸出的馒头口感也更好，超级松软。
但是最好吃的还是里面这个融化的红糖粒儿，甜丝丝的，搭配上面的红枣，感觉吃一个吃不够啊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给它点赞、投币、转发、收藏，同时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是一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